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关注。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004航母开工的证据找到了，江南造船厂秘密扩建，新一代航母规模可能超10万吨。近日 CNN 以中国江南造船厂大幅拓展造舰规模为题发表文章，引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卫星图像称，中国最重要的海军造船厂之一，位于上海长江的江南造船厂，在过去10年里扩建了6成，从2011年最初观察到的占地约7平方公里，扩大到2018年的11.5平方公里，并且增建了2个造船生产区。美国智库安全情报局中国实力项目研究员马修·富奈奥尔称，江南造船厂负责制造一些中国最先进的战舰，在这个造船厂制造的装备构成解放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卫星图像显示，江南造船厂正在建造亚洲最大、最先进的战舰之一055导弹驱逐舰。江南造船厂出现了显著的造船和西装活动，包括多达5艘052D 导弹驱逐舰和至少2艘055驱逐舰。富奈奥尔对比中美海军造船工业后表示，中国军用舰船生产能力的迅速崛起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尽管美国在船舶的质量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近年来其舰队面临着源源不断的事故。美军第7舰队在亚太地区2次致命的海上碰撞，严重损害了美国海军的声誉。美国政府报告称，要修复状态不佳的造船厂需要几十年时间。与之相比，中国舰船越来越多地采用现代化设计，中国海军可随时投入使用的舰船数量也比美军要多。未来几年，这种差距可能会继续扩大。美军此前发布报告称，中国迅速扩大和更新海军装备。CNN 报道称，江南造船厂是中国最古老的造船厂之一。江南造船厂只是中国海军众多大型造船厂之一，其规模正在稳步扩大。2011年首次通过卫星观测其规模时，江南造船厂的面积仅为7平方公里，如今它的面积达到了11.5平方公里。与快速拓展的建造组装军用造船厂房面积相比，商业港区的面积在过去7年中几乎没有变化。最新卫星图显示，江南造船厂增建了2个造船生产区，同时正在建造一个新的组装厂和注水船坞。通过观察到造船厂主要船台和港内西装活动，可以统计出多达5艘052D 驱逐舰和至少2艘055型驱逐舰。055驱逐舰比大多数的美国、日本和韩国驱逐舰吨位更大，作战能力也更强。在江南造船厂发现的其他船只中，中国自主建造的雪龙2号破冰船尚未完工。不过，这艘大型破冰船未来可能用于北极地区。外界传言的正在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中国第2艘国产航母，卫星图中并未看到相关痕迹。安全情报局专家推测称，造船厂肯定有新的建造设施，但现在判断是否就是004型航母的建筑工地还为时尚早。当中国海军主力驱护舰和航母数量达到既定水平后，中国造舰速度必然会逐步下降。不过，这个时间点是未来，而非现在。据巴西媒体报道，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了中国003型航母建造新进展。关于003的建造情况，一直都是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安全情报局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日放出003型航母的最新照片被曝光。根据图片分析，003航母有新料，其长度为318米，最大护航宽度为78米，升降机长度为20米。国内也有民众分析，长度可能达到320米。还有此前消息显示，003型航母已安装舰岛。美媒于本月也发表了文章，对中国003型航母的战力进行了分析。美媒表示，中国003型航母在尺寸上和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十分接近，因此完全可以被称为超级航母。根据安全情报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放出的新照，可以看到003型航母有3个弹射器，2个在船首，1个在斜角甲板处，而美国的福特号航母有4个弹射器，2个在船首，2个在斜角甲板。但003型航母的弹射器比法国的戴高乐多1个。根据美国海军此前发布过的一则报告，可以看到2到3个弹射器足以满足正常操作，4个弹射器对攻击的成功率并没有那么重要。在起飞方式上，美媒猜测应该是和福特航母一样采用弹射起飞，相比较于之前的辽宁号和山东号的短距滑跃起飞有了不小的进步。
另外用的应该是电磁弹射器，而不是蒸汽弹射。如果运行顺利，会比蒸汽弹射器更有效率，出动率可以达到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90%。另外，据巴西媒体报道，中国的新型涡轮发电机组已经全面投入使用，可能为未来中国航母的电磁弹射器和未来驱逐舰的电磁轨道炮所需的巨大电力提供解决方案，而且这个方案也会使电力的利用更有效率。事实上，像电磁弹射器和电磁轨道炮都需要大量的电力，使用全电力系统能使其更好地使用推进动力。中国的003型航母还可以搭载歼15以及未来的歼31、歼35，预计可容纳48架固定翼飞机，而辽宁号和山东号分别只能搭载24架和36架飞机。可搭载的飞机越多，其战略打击能力就越强。总体来看，中国的003型航母虽然较福特级航母略小，但依然非常强大。美媒在文章最后也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中国现代海军的起步较美国晚，中国海军在大型航母上的使用经验也不如美国海军，但我们必须得看到中国人在不断地推出新的航母，使用新的技术。现在的003型航母已经可以在许多方面比肩美国福特级航母，超过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未来的004、005相信一定可以超过福特航母，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相信国家。关于中国新型国产航母的进展，一直是外电关注的热点话题。美国海军新闻网站7月2日就将传说中的003型航母与美国新一代福特级航母进行对比。航母是世界先进海军的战略重点，无论是美国、法国、英国还是印度都在积极引进新型航母，日本、韩国和其他可能的国家也积极在采取措施加入航母俱乐部。但最让外界关注的是即将服役的中国第3艘航母，即003型，它有望将中国海军的战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与此同时，数十年来在该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海军也在建造新型超级航母。美国新一代航母首舰福特号航母已经服役于2017年，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它仍然是目前最大、最现代化的航母。中国003型航母在尺寸上与美国航母非常接近，将其描述为超级航母并不为过。报道称，卫星照片显示003型航母安装了3具弹射器，其中2个在船首，1个在斜角甲板。相比之下，福特号和尼米兹级等美国超级航母装备有4具弹射器，包括船首的2具和斜角甲板的2具。但中国新航母的弹射器数量多于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报道称，中国003型航母最主要的变化在于飞机的起飞方式，它采用经典的弹射起飞、拦阻降落，而前2艘航母是短距滑跃起飞、拦阻降落。与福特号一样，003型被认为使用电磁弹射器而不是传统的蒸汽弹射器，从而可以保证更高的出动效率。这是一项尖端技术，尽管几经改装，但直到目前，福特号采用的电磁弹射装置都存在可靠性低的问题。但不应该假设中国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跳过蒸汽弹射，直接进入电磁弹射时代的做法是务实的。报道称，拥有弹射器后，中国003型航母将可以搭载更大型的飞机，包括新型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它在作战效能和外形上都与美国航母上的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非常相似。此外，预计将上舰的还包括 FC-31 隐形战斗机的舰载版，它大致相当于福特号搭载的 F-35C 闪电2隐形战斗机。最近 FC-31 战机的全尺寸模型出现在武汉的测试平台。报道称，考虑到舰载版的 FC-31 隐形战斗机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投入使用，因此003型航母早期可能会使用弹射起飞版本的歼15舰载战斗机。福特号拥有3部飞机升降机，比之前的尼米兹级航母少了1部。尽管如此，它们与电磁弹射器的高效组合提供了比尼米兹级更高的出动效率。报道称，中国003型航母只有2部巨型升降机，它们都位于右舷，分布在舰岛前后，而不是像福特号那样都在舰岛前方。这可能与福特号的舰岛位置靠后有关，但报道认为003型航母
前升降机的位置过于靠近前方起飞点的挡焰板，这可能会限制它在飞机起飞时的使用。在表面上看，由于升降机较少，中国航母拥有更大的可用甲板面积，但这意味着中国航母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将飞机从机库移动到飞行甲板上，实际效果可能并不理想。报道认为，之所以中国003型航母采用这样的设计，很可能是受到辽宁舰的苏联航母思路影响。总而言之，中国003型航母的整体尺寸相比美国福特级航母略小，弹射器和飞机升降机也较少，这可能会降低出动效率。福特级航母是基于美国海军数十年大型航母的运作经验而展开的大胆飞跃式设计，而中国003型航母也应该非常强大，但它可能仍受到一些苏联设计的限制。报道承认，我们仍然不清楚关于003型的很多细节，但中国航母的最终战斗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舰艇成员素质和海军学说。报道称，虽然中国海军在大型航母的运作经验上不如美国海军，但在投入大量资金和经过2艘航母近10年的实际运作后，中国正在迅速积累航母使用经验。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